饲养员请假不跟大熊猫报备，后果究竟有多严重？这天，冯奶爸跟领导请了半天假，但他却忘了跟真正的债主子喜乐报备，而这一时疏忽直接酿成严重后果。喜乐等了一天都没等到老冯伺候，就开始闹脾气，下班都不回家了。于老爷低声下气地哄了他2个多小时，倔强的喜乐却始终只给他一个侧脸。大熊猫没有那么善良的含金量，此刻还在不断上升。眼看喜乐非要冯奶爸亲自来请，崩溃边缘的于老爷无奈只能电话摇人，把冯奶爸从几十公里外的医院喊了回来。而在他倒地铁赶回来的这2个小时里，喜乐依旧纹丝不动地坐在爬架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屁股毛被粘在铁上了。老冯坐了2个多小时地铁，屁股都麻了，却来不及休息，脱掉棉袄就开始收猫。就是说，这真的很像要跟喜乐干一架似的。大姐，你真了不起，你能把我从中医院薅过来？这是个熊啊！这凭什么过来我才凭什么？走吧，别拿去。没想到冯奶爸才劝了喜乐2分钟，居然就老老实实回家去了。只能说喜乐脾气虽然大，但心是好的，凭一熊之力给冯奶爸干成了钛合金饭碗。当年刘奶妈同样是请假没跟泰山报备，导致小家伙憋了一肚子气，即便奶妈回来了也不愿意搭理他。海宝乖，该吃椰子了哦。啥子嘛？这儿？嘿，这个娃娃，你还给我抗议嗦！刘奶妈低三下四的哄了好几天，这小子才终于勉强原谅了他。也正是这次失误带来的深刻教训，此后刘奶妈再想请假都先跟泰山商量，还贴心的拿来窝头笋贿赂熊孩子。嗨，明天妈妈有事要请几天假，妈妈爸爸生病了，晓得不？要去照顾他，你自己乖乖的好不好？我就快去快回。其实不光是国宝大熊猫依赖饲养员，几乎所有动物都离不开铲屎官。别看电视里的森林之王老虎威武霸气，在奶爸面前却是爱嘤嘤叫的金渐层。好，不就休假几天吗？哎呀，你瞅没见着，瞅你这来几劲儿的。哎呀，这往你脚上一坐，你看着吗？呀，这黏着你。哎呀妈，这可粘人了。每天一哼哼啊，每天一哼哼。感觉动物饲养员压根不存在加班情绪，甚至恨不能时刻跟好大人黏在一起。俄罗斯一动物园的花豹被饲养员养大，彼此的感情和亲父子别无二致。但后来饲养员因家庭原因无奈辞职，见不到他的花豹开始不吃不喝，闷闷不乐。园方担心他的身体状况，无奈联系饲养员，并批准他领养花豹，把其带回家照顾。果然，幸福猫生就是要靠自己争取的。熊猫萌兰究竟有多治愈？这天外场玻璃蒙了层水雾，影响观感。工作人员拿出工具将玻璃擦干净，萌兰看到立马掏出压箱底的擦玻璃技能，帮工作人员把另一面擦得干干净净，同时还跑来跑去跟游客们互动。就是说，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熊精？身为熊猫圈最有名的治愈系小熊，萌兰会在空间有限的场地内各种整活，甚至一个滑滑梯就能让它玩出不同花样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满满情绪价值。就算自己正在吃饭无法表演整活，萌儿也不会让辛苦排队的游客失望。举起熊掌，歪着脑袋跟姨姨们 say hi， 优雅帅气的样子令姨姨们瞬间萌化少女心。果然没有人能抗拒萌兰的魅力。当看到麻雀在鬼鬼祟祟的偷吃窝头，萌兰会毫不犹豫的转头假装没看见，只为让这个小生命能安心填饱肚子。并且萌儿并不是单纯的养鸟，把它们喂饱后再尝尝鲜，而是把小鸟都当成了自己的朋友。有次乌鸦落在萌兰头顶上休息，小家伙生怕吓跑对方，一直安静趴着。想必这一刻乌鸦也能感受到萌兰的善意吧，之后才会留下这张治愈无数人的图片。而萌兰之所以有治愈人心的魔力，也许是她也从小被伙伴和饲养员治愈着。当萌儿独自一熊趴在角落 emo 时，饲汤员看到后跌跌撞撞的走过来，像个小大人似的把哥哥温柔搂在怀里，学着妈妈的样子用小手轻轻拍萌兰的背。温馨治愈的场景令无数猫粉直呼破防。有段时间萌兰的病情刚刚恢复，奶爸奶妈担心复发，便把她关在房间里休息。可萌儿却想和小伙伴们去外面玩耍，哼哼唧唧的央求饲养员给自己开门。还没等奶妈心软把熊舍大门打开，外场的伙伴们听到声音竟然都围了过来，放弃玩耍的机会回到内舍陪伴萌兰。果然任何生物之间都有美好温暖的友情。据说当年萌兰因骨髓炎吃不下竹笋，圆嘟嘟的脸蛋没几天就变成了尖下巴，照顾她的和奶爸心疼不已。寝室领导给孩子换食物却没有得到批准，无奈只能偷偷给萌儿砍新鲜竹子吃。然而这件事被园区领导得知后，和奶爸不仅被通报批评，还被罚光奖金。但看着饱受病痛折磨的萌兰终于肯吃东西，和奶爸却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有这样一群伙伴和饲养员的暖心呵护，萌兰才能养成阳光开朗懂事的性格，用自己的力量去治愈更多两脚兽。最后希望萌儿熊生永远快乐喜乐无忧。眼前这只抱着奶爸不撒手的小熊，就是星星产房新鲜出炉的熊猫仔仔。小糯米团子在奶爸怀里不停咕扭，哄得对方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这一刻奶爸绝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尽管熊猫仔仔连路都还走不稳，但并不妨碍小粘人精追着奶妈跑，前脚踢正步，后脚各走各的样子。
一整个走到了姨姨的辛巴里。当奶妈走到距离游客很近的前台后，小家伙有点胆怯，不敢跟上去，歪着脑袋满眼懵懂地观察两脚兽。高颅顶、小眼圈、朵朵间的距离打车都得10块，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熊猫宝宝？直到听见奶妈提醒游客别吓到自己，仔仔才赶紧跑过来藏在树后面，像小鸭子一样附和，对奶妈说的都对。只能说自从听过媚猪的哞哞牛叫，熊猫宝宝不论发出什么声音都不稀奇了。其实这个小家伙的叫声特别丰富，不仅会鸭子叫，也会奶里奶气嘤嘤叫。前几天钻树丛玩时还被吓出了狗叫，把一旁自投箩筐的淼淼仔都吓成瓜娃子了。好在奶妈及时抱起熊猫仔仔安抚他，小家伙像受了天大委屈的人类幼崽一样，委屈巴巴地缩在饲养员怀里。不得不说，小家伙是懂如何拿捏两脚兽的。虽然还不知道熊猫仔仔的父母是谁，但有一凭借他和 QQ 糖相似的外貌，加上绣球妈妈今年刚好在基地生宝宝，猜测他极有可能是绣球仔仔。这下不少网友开始担心仔仔的处境，毕竟绣球带娃简直比成大还不靠谱。只见悠悠刚站起来征服面前这块石头，绣球妈妈就直接把他扔进了水池里，随后拖着浑身湿透的小家伙走来走去，完全没留意到悠悠的脸一直贴在地上摩擦。几轮回合过后，小家伙直接变成潦草小狗，小年纪脸上就写满风霜和生无可恋。谁能想到这只把娃当抹布拖来拖去的猫妈，就是那个宝宝出生后一直抱着娃，3个月吃饭睡觉都不撒手，母性很强的绣球呢。虽然很谨慎，实则少折腾一点孩子就能好一些。等到悠悠稍微长大一点后，绣球对付熊孩子的招式就更多了。只见他先摆好招式，再直接出拳，紧接着用无敌风火轮彻底将悠悠 KO。果然生孩子就是用来玩的，不知如今绣球带娃还是否爱玩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果然下雪天才是滚滚们的快乐源泉。第一次见到雪的喀秋莎有多开心？刚开始小家伙胆怯地站在门口张望，不理解院子为何一夜之间变白了，也不知道飘在空中的雪花是什么东西。直到看见妈妈大摇大摆地走进外场，喀秋莎才终于鼓足勇气跟在丁丁身后。能看出小家伙的熊掌刚踩在雪地上，就喜欢上了这冰冰凉凉的触感，整只熊兴奋的都顾不得去抢妈妈的饭。看着恨不能把雪全裹自己身上的喀秋莎，丁丁满脸宠溺没见过世面的傻孩子。而要说喀秋莎究竟有多喜欢雪，小家伙就连吃饭都要找个风水宝地，边吃笋笋边欣赏这皑白雪，人里人气的模样，一整个戳中姨心巴。都知道平日里喀秋莎最爱黏着妈妈，丁丁有时候连饭都没办法好好吃，烦得他只想把狗都嫌得熊孩子踹一边去。但自从莫冻下了这场及时雪，小家伙沉迷玩雪无法自拔，丁丁女士终于能清清静静的用它了。就算喀秋莎突然调皮抢走竹笋，丁丁也追得不慌不忙，然后直接从滑倒的小乌拉嘴里拿回了笋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知道跑得快容易摔。平日里喀秋莎鲜少宠幸滑滑梯，但当上面铺了一层雪后，滑梯便彻底成了乌拉大王的心头疼。有事没事就要过去打呲溜滑，要是再来2位饲养员给他拉雪橇，乌拉大王绝对能成为熊猫界最靓的仔。饲养员看出喀秋莎非常喜欢雪，于是给小家伙堆了个简易版小雪人。本以为喀秋莎走的淑女熊社肯定不会像老爹如意那样辣手摧花，没曾想他的手段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一个飞扑直接让小雪人掉了脑袋。果然任何小熊在雪面前都得原形毕露。虽然饲养员的心意被拍得稀碎，但看着小糯米团子抱着雪球扭啊扭的背影，还是会觉得只要熊孩子开心就好。毕竟谁能这样一只可爱的熊猫宝宝呢？或许是觉得把雪团起来更好玩，喀秋莎小心翼翼地用熊掌做了个雪球，甚至知道没被踩过的地方雪更多更干净。只可惜就在雪球出具雏形的时候，小家伙一手抖直接掉进了沟里。喀秋莎天都塌了，慌忙伸手去捞，结果非但没拿出来，自己还差点被卡住。气得小家伙一跺脚就去找饲养员撒气了。毕竟要怪只能怪大鹅把他照顾得太好，明明出生叫完体重却遥遥领先。而如此软萌的小可爱，你爱了吗？